大家好，如果有睇到我哋嘅片，都知道我哋之前去咗開平碉樓。去之前其實對碉樓都冇乜認識，上網睇資料，只知道佢係世界文化遺產。去完之後，發覺呢個地方好舒服，同更加了解到背後嘅歷史。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開平碉樓究竟係咩。有興趣嘅話，記得睇埋我哋搭公車去開平碉樓嘅攻略，同埋我哋喺開平住嘅酒店住宿評價。之後 plan 翻個開平3日2夜自由行玩翻下。而家就即刻去片啦！開平碉樓係位於廣東省江門市轄下嘅開平市，係境內文化嘅代表之一。開平碉樓嘅建築都比較特殊，係集防衛、居住同埋中西建築藝術於一體嘅多層塔式建築。2007年，開平碉樓嘅古村落終於獲得通過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，成為中國第35個世界遺產。佢亦都係中國首個華僑文化嘅世界遺產項目。2020年，開平碉樓更加被確定為國家5A 級旅遊景區。開平市而家應該仲有1833棟碉樓，比較出名嘅碉樓群有4個地點，分別係自力村、立園、馬崗龍同錦江里。因為我哋只有1日半嘅行程時間，所以就揀咗比較冇咁多遊客嘅馬崗龍同錦江里作為今次行程嘅景點。開平碉樓其實係好多海外嘅華僑出錢興建嘅。清朝年間，美國西部大開發需要大量嘅華工，所以好多華僑都去咗歐美打工賺錢。佢哋回流之後，生活條件比較富裕，但另一方面就吸引咗好多土匪喺開平，所以佢哋都節衣縮食，集資匯錢返家鄉興建碉樓，為咗防範匪患同埋保障屋企人嘅安全。興建碉樓嘅主人都係海外華僑，所以財政都比較優厚，而且佢哋都比較接受歐美嘅生活方式，所以好多時都會要求建築師喺碉樓嘅時候加入一啲古希臘、古羅馬或者伊斯蘭等嘅風格，成為中西合璧嘅民居。開平碉樓普遍都比較遠離市中心，不過其實喺市中心搭巴士1個鐘頭左右都一定去到，都唔係好困難。因為佢哋唔近市中心嘅關係，所以好多碉樓都冇改建成酒店，而好多碉樓而家已經丟空咗，只係作為遊覽景點。我哋去第一個景點馬崗龍嘅時候，裏面好多碉樓都已經日久失修，所以好多碉樓都冇公開放俾遊客上去參觀。只係得2座碉樓係可以憑門票上去參觀嘅，一座叫晉爐，而另一座叫做林爐。入到去，其實2座碉樓同普通屋企冇乜分別，有廚房、廁所等等。不過值得一提嘅係，裏面嘅裝飾同埋地板等等都好有西方嘅特色。雖然只係得2座碉樓可以入得去，但係馬崗龍入邊嘅景色非常之宜人，同埋好有竹林深處人家嘅感覺。所以下次我再去嘅話，我會抽多啲時間遊走馬崗龍村，感受下入面嘅自然景色。另一個景點，我哋去咗錦江里。呢條村大部分嘅人都係姓黃嘅。錦江里入面其實係有3棟碉樓，分別係碎石樓、星風樓同錦江樓。門票係包括咗入去星風樓同錦江樓嘅。我哋今次特登去錦江里嘅目的係因為想去睇開平第1樓，即係開平最高嘅碉樓，佢叫做碎石樓。普通門票係上唔到碎石樓嘅，要參觀碎石樓嘅話都要講下運氣。如果有碎石樓後人喺度嘅時候，佢會開放俾你睇，每個人入場費收多20蚊。當日我哋就好好彩咁啱可以參觀到入面。首先，碎石樓嘅後人會講解一下佢嘅家族嘅背景，之後就會俾時間你喺裏面參觀。碎石樓一共有9層，整棟碉樓高達25米。佢喺1923年至到1925年建造嘅。佢嘅主人亦都係一個香港嘅商人，佢嘅姓氏亦都係姓黃。後人黃先生解釋點解碎石樓唔可以成日開放俾公眾，係因為碉樓入面嘅樓梯建造嘅價值非常之高，經過咁多年之後，亦都唔可以承受咁多嘅重量，所以唔可以無限咁開放俾公眾。由底層開始，我哋每一層都可以隨意遊覽。第2至第6層嘅間隔都非常之相似，有廚房、睡房同埋廁所等等。之後嘅層數就比較開揚，望出去嘅景色都非常之優美，不愧為開平第1樓。後人黃先生亦都解釋咗好多關於碎石樓嘅風水學說俾我哋知。
其中一個比較有趣嘅風水故事係佢叫我哋睇兩張相有咩唔同。講真，我睇落去真係睇唔到有咩唔同，但係佢就解釋話第二張相即係張合照喺碎石樓中間下邊冇咗啲綠色，即係冇咗啲竹樹。佢話係因為7樓有2個圓拱形嘅設計，一個喺前面，一個喺後面。前面嗰個對住嘅龍脈，佢會吸收到啲龍氣，之後就會運送到去後面嗰個圓拱形嘅設計，然後釋放落去，好似個波垂直向下咁，變咗所有植物都死晒。所以碎石樓其實風水係非常之好，係因為佢成日可以吸收到啲龍氣。另一個風水故事係門外面有對聯，個上聯係歲日長雲嚟宇宙，解說係整個宇宙都會嚟到呢度。而個下聯就係石龍金鳳到門庭，而佢個解說係所有男仔女仔都會嚟到呢個門口。佢覺得碎石樓嘅風水帶領到開平聞名世界，前人好早已經預計到開平碉樓會成為世界文化遺產，令到世界嘅人都會嚟呢度睇下呢個古蹟。故事就係咁樣聽啦，不過信不信就由你啦。我哋覺得呢20蚊完全值得抵俾，唔單止可以入去睇下碉樓保存成點樣，仲可以聽下故事，完全物超所值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咁多先，希望我哋嘅分享可以令你認識開平碉樓多少少，同埋可以幫你哋計劃行程。如果你同我哋一樣都係唔中意同人逼嘅話，我哋絕對推薦你跟我哋呢個行程去馬降龍同錦江里呢2個景點。如果你哋有其他開平推介嘅話，記得留個 comment 俾我哋。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 啦。下次再見。